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森特奈电子有限公司的李正辉。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30GXWorks 3编程软件中主态我们森特奈的符合 Syslink IE Field Basic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在本例中，我们使用的是 30FX5U 系列 PLC， 连接了一个森特奈 EL 系列16路输入模块、CH 系列24路输出模块，以及 CM 系列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型模块。这3个模块采用串联形式与 PLC 本体上的网口连接。模块连接后，在主态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模块上的通讯灯一直是处于红灯状态，表示未与 PLC 建立通讯。下面我们回到 30GXWorks 3编程软件中进行主态。首先，我们打开 GXWorks 3软件。森特奈符合 Syslink IE Field Basic 协议的总线模块有3大类，所以我们提供了3类的 CSP 文件。我们首先要在软件中安装这些 CSP 文件，点击工具、配置文件管理、登录，然后找到相应的路径。这些 CSP 文件是压缩文件，我们不用解压缩，直接选中安装即可。这样 CSP 文件就安装完成。下面我们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和机型。本例中我们采用的是 FX5U 系列 CPU。在左侧导航窗口，我们找到参数 FX5U CPU 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我们双击以太网端口，在 IP 地址设置这边，我们设置一下 PLC 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的网关，然后我们在 Syslink IE Field Basic 使用有无这个选项上，我们选择使用。然后双击网络配置设置旁边的详细设置，在模块和 PLC 已经上电并连接起来的情况下，我们点击连接设备的自动检测。检测完成后，将显示实际连接模块的详细信息，比如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等等。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系统已经给各个模块自动分配了 RX、RY 的起始、结束地址。由于 Syslink IE Field Basic 重站占用1个站，一共64位。所以系统给3个模块都分配了一个64位的起始结束地址。由于 GXWorks 3编程时使用的是8进制数，而系统分配的 RX、RY 的起始结束地址是16进制，所以此处呢必须把第一个模块的0000到003F， 第二个模块的0040到007F， 第3个模块的0080到00BF 这些16进制数转换成8进制。转换后，第一个模块起始结束地址是0000到0077，
第二个模块起始结束地址是0100到0177，第三个模块起始结束地址是0200到0277。另外呢，由于第一个模块是16路输入模块，只占用16位，所以第一个模块实际可操作的起始结束地址只能取64位中的前16位，也就是0000到0017。第二个模块是24路输出模块，只占用24位，同样只能取64位中的前24位，也就是0100到0127。第三个模块是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混合模块，输入占16位，输出也占16位，同样只能取64位中的前16位，所以第三个模块输出部分实际可操作的起始地址是0200到0217，输出部分也是0200到0217。这时我们点击反应设置并关闭即可。返回到模块参数以太网端口画面，双击刷新设置旁边的详细设置，在这里我们要进行软元件名的分配，其中输入 Rx 输出 Ry 起始地址我们设为1000。寄存器 RWW 和 RWR 这个与我们的 I/O 地址无关，我们可以任意设置一下。之前我们知道三个模块分配的有效起始地址分别是0000到0017、0100到0127、0200到0217，所以编程时还要加上刚才我们设置的 CPU 侧的起始地址1000。所以综上我们可以知道，用于编程时，第一个模块有效起始地址是 x1000 到 x1017， 第二个模块有效起始地址是 y1100 到 y1127， 第三个模块输入有效起始地址是 x1200 到 x1217， 输出有效起始地址是 y1200 到 y1217。 设置完成后，一定要点击右下方的应用，否则之前的设置都无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程序的一个下载，点击在线，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点击全选，执行。下载完成后， PLC 必须复位或者是重新断电重启才能生效。至此，生特奈总线模块在该软件中组态完成。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个模块通讯状态指示绿灯已经点亮，说明网络已经通讯正常。接下来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的 I/O 起始地址进行编程了。这里我们可以对输出点做个强制来看一下，点击在线、监视、软元件缓冲存储器批量监视。在这里我们来监视一下 CM 系列的输出点，这里我们输入 Y1200， 依次强制 Y1200 到 Y1207。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输出点也有动作了。最后，我们在软件中也可以对我们的模块的通讯状态进行一个诊断。
具体方法是选择诊断 Syslink IE Field Basic 诊断。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监视模块的通讯状态，其中我们可以查看从站的传送状态，以及线路中从站发生的超时次数和切断次数。好，今天就如何在30GXWorks 3编程软件中组态我们 CenterNet 符合 Syslink IE Field Basic 协议的总线模块的方法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